我爸爸是傅达人，在今年6月的时候，他顺利的到瑞士去完成了安乐死，是亚洲第一位前往瑞士完成安乐死的台湾人。他是体育主播，可以说是大陆的宋世雄，台湾的傅达人。You are basket, you are more tall than me. I'm very Superman. 他60岁才生我，我现在才28岁，所以从我有意识开始呢，他就每天跟我讲说我要死了，但是对一个儿子来说是很难做好准备的。我父亲86岁了，大病小病不断。2年前他诊断出胆管阻塞的时候呢，诊断出来有胰脏癌。每次的手术都是一段痛苦的路程，只要他一睁眼就是在吃药、厕所、床上，没有人有办法想象的那种痛。动完手术加化疗，存活2年的几率是50%。父亲也经过思考说，我不希望动完这个手术呢，剩下的时间我只能躺在床上。我们不希望他死啊，我们就说，那既然你快要走了，那你写回忆录吧。他心情平复了半年，我们就说，那你开画展啊。这个时间呢又拖了半年。画展开到一半的时候，他说不行，我们要去瑞士了。所以在去年11月的时候，我们举家陪父亲到瑞士去接受尊严的2次医生面谈。当时呢，医生判断是希望你可以多回去休息一下，但是呢，到了今年6月，短短半年的时间，他整个人消瘦下来，180几公分打篮球的，只剩下49公斤。他在过年的时候又非常焦躁的要逼着我们去瑞士，走得很坦然。那你走得很坦然了。平安无害 ，I love you。平安无害 ，I love you。那对我们家属来讲都是非常煎熬的，极力的劝他回去都没有用。我们在尊严屋里面依照他的要求，在歌声中欢送他的离开。一的赦免，我们将彼再见。他总共要喝2杯药，第一杯是止吐剂，有些人会产生反应，可能会把它吐出来，半个小时之后才可以喝第2杯，真正让你致命的药。整个过程之中呢，富爸爸他没有留下任何一滴眼泪，喝1口、2口、3口，靠在我的肩膀上。整个过程呢，不到3分钟，就好像他睡去。瑞士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可以对外国人执行安乐死的国家。只要年满18岁，医生诊断出来3到6个月的生命，也就是绝症患者才具备执行安乐死的资格，再经过2次医生面谈的审核，才可以顺利执行。无论是安乐死或叫协助自杀，目的点都只有一个，是帮助解除绝症痛苦的人，给他们另外一种无痛的选择。因为在台湾安乐死还没有合法化，所以父亲呢，他是安宁治疗的病患，只能做不停的给止痛药，不急救，不插管，等到你慢慢的器官衰退了才可以走。我们认为是我们帮爸爸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出于爱，到最后的心态是帮助他完成他最后的心愿，我们愿意陪着他。传统中国儒家社会对死亡是非常避谈的，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呢，他开启了一个可以选择自己善终的权利的思考。